魏之，魏之，魏之，欧亚，魏之，魏之，你终于醒了！这等30多年，就盼这一天呢。30年。欧亚，吃饭了。魏之，魏之，你终于醒了。孩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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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。来，魏之，走。当时我们醒来，就看见你和凤凰蛋躺在那里，于是就把你们带了回来。你就是我的孩子。这些年，你元气大伤，我们就带着你们2个来到百花丛，想孵化凤凰蛋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直都没有成功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跟孩子早就遭遇不测了。真的很感谢你们，你们为我做的一切我都记下了。将来如果有什么机会，我一定得好好报答你们。什么报答不报答？你这么说，就是不把我们当朋友了？就是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还是没变，真好。他呢？还好吗？他颜月在魔族，他失忆了。倘若我将你忘记了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魏之，你不用担心，颜月她现在人好好的。我去魔界找过她一次，虽然人好好的，但是好像对于以前的人还有事儿都不记得了。魔族大尊死了以后，魔界一片混乱，大小势力割据。我为了寻找颜月，去了魔界不少地方，终于在一片森林里找到了她。她带着士兵去占领地盘，见到我以后就是一顿暴揍，好像完全不认识我。我实在招架不住，所以就先回来了。但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，再去的时候就找不到她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阎罗继位成了天帝，和魔界约定休战。若水结界被封，魔界就和外界再也没有联系了。魏之，反正现在你知道颜月是安全的，就不要多想了。等你养好身体，我们再一起想办法。小家伙，不知道你将来破壳而出，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。其实我也有点害怕，怕凤凰的宿命会在你的身上重演。一世又一世，被误解，被辜负，被背叛，乃至被杀了，真的很痛。但是每每想起曾经有过一段真情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的。